星星是天上的眼睛，总是在黑夜中倾听。月亮是天上的明镜，照映出人们的心情。一样的心愿，眷顾着不同的人群，我们用真心感受天地的叮咛。给你看，这是我儿子的照片，你看看是像我呢，还是像我老公？不错嘛，刚坐完月子，身材就恢复得这么快，哎，1年1个，这效率可真快哎！你还是赶快看照片吧。哎，这次怎么拍这么多啊？就我婆婆高兴啊！真的好可爱耶！哎，名字取了没有啊？有没有去找人算算命什么的？还取什么取啊？就我婆婆一句话就搞定啦。光耀中华，所以它叫胡光中。如果你嫌去外面找算命师算命麻烦的话呢，那眼前就有一个，随时为你效命。对哦，我怎么忘记了？你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黄半仙呢。对哦，好说好说，这样吧，有空啊我就帮你排排。哎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谢谢你喽。哎，娃娃嘞？哦，睡了，在我房里呢。干净了，去画画啊，妹妹。哎，快吃晚饭了，小宝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他又打电话回来过了，他说今天有校务会议，所以叫我们不用等他了。哦，也真难为他了。孩子还这么小，就接训导主任，真是公司两忙啊。你就别替他操心了，他只要看到这些小孩的笑脸啊，什么都忘记了。说的也是。你们的爸爸要接训导主任了，高不高兴啊？啊？妈，我有个同事哦，他懂命理，然后他帮光中排了一个命盘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什么命理呀？一切都有阿拉替我们安排，不需要什么命盘。不是我去找他排的，是，他那个人就是很热心嘛，所以他觉得说光中是个儿子，所以，哦，我也只是随便，没有什么啦。哎，既然人家好心都排了，念我听听看好了。啊，
好啊。你看哈，他说，码头待建，正遇边疆，命中缺水，千辛万苦脱颖而出，远地发展，方能开运，远走他方，名震诸邦。我的同事还说，他说光中的命盘很适合去远地发展，肯定会有一番作为的。远走他方，名震诸邦。哎呀，那这样意思不是说他将来长大要离开我们，不会在我们身边了吗？哎呀，妈，这儿孙自有儿孙福啊！而且你以前不是说过吗？这男儿志在四方，让他自己出去闯闯，不是也很好吗？也对，你这做娘的都舍得，我这做奶奶的有啥好舍不得的？不过，这既然人家说他命中缺水，那是不是该给他取个小名儿来补水啊？取个……小杨吧，小杨，五湖四海，得意洋洋。哦，小杨，你醒了，好，奶奶抱抱啊。小杨，这个光中小名，叫起来格外的显得亲切。快看，今天的月亮好亮哦。从此，奶奶投入了更多的关爱，期许这个小小的生命，将来能够发光发亮，照耀人群。小杨，乖哦，奶奶心肝宝小杨，小杨。去叫你姐姐他们起来吃饭了。哦。哎，记得要洗手哦。知道了。吃饭了，你们洗手了没有啊？把手机放下。立正。各就各位。阿姨，我做错了。吃饭。夹菜。吃牛肉，要记住啊，我们穆斯林啊是不能吃猪肉的。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要吃饭呢，才能够长高长壮，带兵打仗，知道吧？知道。奇怪了，立碗带他们皮得不得了，怎么到了你手上，乖的跟什么似的？你忘了，咱们革命军人的军令歌是怎么唱的？国家有纲常，军队有军纪，这就叫做号令严明，服从第一呀。吃饭。
这么慢呢？就让你们洗战斗澡3分钟。我们一天要对着圣城麦加的科尔白方向礼拜5次，这叫做拜功。礼拜是咱们穆斯林最重要的功课，这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不管是男女老幼，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之内来礼拜。这目的呢，是让所有的穆斯林借着同样的语言、同样的仪式，来过着同样目的的生活。对着这把把我们去找你看，你帅了。这小娃儿真能吃哦，跟他爸爸小宝一模一样啊！我说大姐啊，我们大队长常常就问我，说你是个闲不下来的人，那现在你退休在家，每天做些什么东西啊？还能忙什么？一样忙带兵，带这3个娃娃兵。我就说嘛，陶大姐家里的3个娃兵啊，肯定比阿兵哥的机遇还要好。老曹，找我有啥事儿，不妨直说了吧。陶大姐，你真是厉害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该不会是小徐又捅了什么娄子吧？小徐不假外出3天了，老曹要人去叫他，他还不理不睬。他不回来就算了，还说找人去找他，就等于是逼他与世俱焚了。你们听听看，这什么话嘛是？老曹怕网上报啊，会毁了小徐他一生啊。可是事情这样搁着，说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啊。我们想问问大姐，看有没有个说法。时间呐，过得真快。这20年来，对很多人来说，等不了，回不去了。去年他辗转得知，他娘在文革的时候头颈死了，情绪失控，闹过一阵子。我相信啊，你们2个也应该知道他心里的苦啊。听大姐一句，先别去通报，赶紧找到他，好好的跟他说，这如果他想讨媳妇儿呢，可以透过辅导系统，帮他找一个思想纯正、克勤克俭的本地姑娘。这如果他想要脱离军旅生活，靠自己手艺过日子的话，哎，这他包的包子可是咱们队上没人比得了的。劝劝他，好好的把役期服完，拿个终身俸，也好有个重新开始的本钱呐。大姐想得周到，我想小徐的问题，老邵应该知道怎么处理了。老板，蛋糕再来一个，啊！大姐，最近有那儿的消息吗？我知道这事儿呢，有点敏感，也谢谢你们呢，长时间替我保守秘密，让我还能知道一些家乡的消息。大姐，别这么客气，也刚好我大嫂在香港那有亲戚，要不然也爱莫能助。那我也就不见外了。小宝他爹下放劳改之后呢，消息就越来越少了。我最近呢，也为这事儿常常睡不安稳。
这是零用钱。谢谢奶外面东西不要随便乱吃啊，有很多都有放猪肉的。我们穆斯林啊是不吃猪肉的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奶奶再见。奶奶再见。牵好弟弟的手啊！你不要跟来呀！可是奶奶说要手牵手。你很烦哎，你去找大姐。小杨，来。9654976398729981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阿拉伯数字里头哪一个数字最大？你说呢？是81呀。因为我每次背99乘法表，背到9981就背完啦。好烂哦！哼，我告诉你，其实100最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奶奶说只要我考100分，就给我吃大鸡腿。你很贪吃哎！你们都说错了。我觉得呢，阿拉伯数字里面最大的是10000。为什么？因为万里长城啊，有10000公里那么长。你们说10000不是最大吗？那我问你，书上有没有说为什么叫做阿拉伯数字？阿拉伯数字啊，是从阿拉伯传过来的。那阿拉伯人的数学一定很厉害喽。这我倒不知道。不过啊，我知道阿拉伯人啊，做生意非常讲究诚信，所以阿拉伯商人呢，就把阿拉伯数字传遍到世界各地去。什么是诚信啊？就是诚实守信用啊。他答应你的事情啊，一定会做到。哇，那么好。因为啊，他们信仰阿拉，认为一切事情都由阿拉替他们做主，所以自然而然，做人呢就会很讲求诚信的。小杨啊，奶奶给你的零用钱你没有花完，奶奶啊帮你存在铺满里头，等你将来长大，你就可以带奶奶去阿拉伯了。耶！我要带奶奶去阿拉伯。起床了，起床啦，起床啦，太阳晒屁股啦，快点起来！你们3个注意了，看看我们家多了些什么，谁先能找得到？快点，快点，加油，加油！看看爸爸买了什么。好新啊！爸爸，这是我们家的吗？对呀。这一定是爸爸买的。爸爸带我们出去玩。好，快！有。导风我喜欢，喜欢，喜欢，导风喜欢，喜欢。你最讨厌了啦，还喜欢嘞！看我叫你起床都不起床，现在就有精神了。你们还没有换衣服啊？你们打算穿睡衣出门啊？对。去，快换，去。快点，快点，来。喜欢，喜欢，喜欢。小杨啊，你的心有多大，海就有多大。那我的心在那边。天空很亮，海面很蓝，远方的海平面看起来好像没有尽头。
光中站在那，看着看着，心思也飞到了海的那一端。喜欢豆腐，喜欢，豆腐喜欢豆腐，喜欢豆腐。你很吵哎！喜欢豆腐，喜欢。美妮，妈妈跟爸爸要出去一下，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哦，知道吗？好，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喜欢。来，洗碗。豆腐喜欢，小时候的光中非常胆小，常常变成2个姐姐捉弄的对象。不要过来，不要吓我！救命啊，奶奶！你出来啦！我不要，你赶快出来啦！我们不吓你了。那你们不要装鬼，我好怕晚上会做噩梦哎。好，不装鬼，那你要被我们扮成洋娃娃，扮女生。不要乱动啊！或许因为是唯一的男生，又特别得到奶奶的宠爱，2个姐姐最喜欢把他打扮成女生。这种微妙的情绪，一直到今天，都还是姐弟之间津津乐道的往事。好香哦！猪肉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我没吃过，给我吃吃看好不好？不要，我只剩半个。巷口牛肉面不会自己去买，分我1口就好了啦。不要了。包啊！好吃的包啊！老板，只有包猪肉的吗？有没有包别种的？猪肉唔才会好食，啊牛肉一撮肉就甜口口，变哪会好食啦？你说的哦，一定好吃。是啊，啊要几粒啦？这样可以买几个？啊我包给你啦。豆子馒头，好吃的包哦。不做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森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山中相送罢，日暮雁才飞。春草明年绿，王孙归不归？小杨啊，这奶奶给你的零用钱，你该不会都拿去买糖果吃了吧？没有啊，奶奶，外面天气好热，我去买拔布了。哦，这5块钱可以买不少把布吧？奇怪了，吃了这么多，照理说你应该很凉快才对啊。来来来，我看看，怎么两脸还热得红彤彤的？奶奶，怎么啦？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奶奶说啊？我买包子了。买包子就买包子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因为那是猪肉包。
那猪肉包为什么就不能跟奶奶说呢？因为奶奶说过不能吃嘛，所以我不敢讲。一定是奶奶没跟你说清楚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过来。猪啊，是杂食性动物，它什么都吃，所以我们穆斯林认为它不干净才不吃猪肉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所以啊，你想想看，那如果有一个勇士，骑在骆驼上面，走在一片沙漠中，背后有落日，腰上别的弯刀。那如果他的身边赶的是一群猛一猛一的猪，你说那画面多古怪啊！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阿拉伯人的事啊？我们穆斯林最注重的就是诚信。奶奶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我以后不敢贪吃了。也不可以再骗我哦。奶奶，我以后不敢说谎了，你不要生气嘛。我以后绝对不说谎了。光中告诉过我，奶奶的眼神很锐利，她要是不高兴，根本不需要开口，眼睛一扫就能够让人全身起疙瘩。许多重要的道理，她不是用讲的，而是真的让孩子们记住她的反应，让孩子们自己能分辨是与非的差别。奶奶，啊？我功课写好了，我去洗澡了。哦。奶奶。啊？我洗澡洗好了。哦。哎，头发要记得擦干啊。好。奇怪，今天这么乖。奶奶说过啦，作息要正常，什么时间啊就做什么事儿。电视看完，洗洗手，准备要吃饭啦。小杨啊，吃多一点，你才能够变成小胖。奶奶，你是不是很喜欢电视里头高高尖尖的房子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最喜欢的书上面也有一样的房子啊。哦，那是清真寺。以后我长大要赚很多钱，给奶奶买清真寺。我也要，那很多钱吧？清真寺啊，是礼拜真主阿拉的地方，哪能让你们用钱买呀？哦，可是清真寺应该很漂亮吧？哎，这样子吧，下礼拜啊，你们早点起床，奶奶带你们去做礼拜。好了，洗手去吃饭啦。等一下，他也玩了。哦，那好吧，你们爸爸回来就得要关电视哦。在哪里？是谁在叫我？是那个人间，就是他
哟，妈，早。哎，妈，你都准备好啦？不是说今天要带他们去清真寺做礼拜的吗？孩子们都还在睡啊。让他们睡吧。妈，小杨啊，问了我好几天，什么时候可以跟奶奶去清真寺啊？梅妮跟小芬啊也吵着要跟，我看他们是真的想去的。没关系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去就行了。妈，现在把他们叫起床的话，20分钟就可以出门了，很快的。我去叫他们。哎，别，我也想带他们去啊，不过孩子们起床啊会有起床气，这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对阿拉也不敬。还有这样子的规矩啊？这事儿啊，得出自于心甘情愿，问都别问。只要是问了，他们又拒绝了，对孩子们来说啊，也是一种罪，懂我意思吧？我知道了，还是妈说的对。吃。你要去哪里呀？清真寺啊。谁要跟奶奶去啊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好。不过呢，车子可不等人的，挺胸，动作要快。是。妈，我看这样好了，我去发车子，载你们去车站。啊，那我包一些，你们带在路上吃好了。第一次进清真寺，是小杨最重要的童年记忆。就像《天方夜谭》的卡通里面，小胖第一次离开巴格达城，发现外面的世界竟然是那么新鲜与惊奇。奶奶，奶奶，快点来！可兰经上有说啊，这礼拜啊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可是啊，对于恭恭敬敬的人来说，一点都不困难。奶奶很高兴啊，小杨能陪奶奶来做礼拜。啊？打勾勾啊！以后我都会陪你一起来。打勾勾。好奇怪哦，这些钟都不会走哎，是不是坏了啊？不是坏了，这是向圣城卖家礼拜的时间，故意让他不走的。清真寺中美丽的圆顶，高耸的换拜塔，标示着礼拜时间的6个钟，龙飞凤舞的阿拉伯文，交织成一个比卡通更神秘、更华丽的阿拉伯世界。而这个世界，不是电视上的天方夜谭，而是最真真实实的存在。刚刚我们朝拜的方向啊，就是圣城麦加的方向。我们穆斯林啊，一辈子都要去朝拜一次。圣城麦加在哪里？在阿拉伯。那是小胖住的地方喽。对对对，就是小胖住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是谁带着我？是那看得见，就是他在咚咚呼喊。我跟奶奶就住的那个龙猫巴士，这样飞到那个清真寺里面，然后那个清真寺好大一间哦，上面还有换拜尖塔。然后啊，我们又进去看到6个时钟，那个6个时钟还会飞到回教徒的寨营，告诉他们礼拜的时间到了，礼拜的时间到了，然后他们就会载回教徒飞到清真寺里面做礼拜，然后阿妈就会跟他们讲这个东西。快点快点！
知道为什么，大家都觉得难懂的阿拉伯文，光中却特别着迷。据说他可以整天静静的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反复的画着这些看起来奇形怪状的符号。先不要生气嘛，他一定不是故意的嘛。他怎么可能不是故意的？这明明就是我的东西耶，我都放这一边的。他爱怎么画就画他自己的吧，就是不要来碰我的东西啦。好，不要生气嘛，妈妈用橡皮擦帮你擦擦看哈。你看，可以擦掉哦。你看，擦掉了啦。好了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哈。还是很丑啊。哎呦。看样子，该再买张书桌了。买书桌？可是家里面东西已经这么多了，书桌要往哪儿摆啊？好，妈妈擦，来，你看，这样不就擦掉了吗？这几个月只有这封信。你坐下来慢慢看嘛，坐啊，坐。来，喝点茶。小杨，过来。你爸爸进去多久了？10几分钟了。你们肚子都饿了吧？再等一下哈。本以为这只是关山阻隔，现在却是生死两茫啊！妈，你别这样。没想到38年这一别，我跟你爸，此生却是后会无期了。当初谁也没料到，这局势会僵持的这么久。我想啊，这打鬼子不也就8年吗？我真的可以等啊！
可你把他就不等我了，他就一个人走了，没见一面，他就走了。没想到啊！奶奶，你不要哭嘛，奶奶。奶奶，你不要哭嘛。看妈这么有精神的样子，我反而觉得更担心了。向左转你们看哦，奶奶啊，把这块地都买下来了，以后啊，咱们就在这儿盖房子。所以以后我们就有自己的房间了吗？那当然啦！万岁万岁！这样以后我就可以不用跟小杨抢书桌了。可是我还想跟奶奶一起睡耶，可不可以？好，小杨啊，还是跟奶奶一起睡。来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猜猜你们的房间会在哪儿啊？我要飞机！我要飞机！我要飞机！哎呀，这个是我的房间来着！我的房间！我想，阿拉的意思应该是希望我能够在这里开枝散叶。欢迎光临。糖。陶阿姐，你今天怎么有醒子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因为家里那个3个小娃儿都长大了，你想出来找点什么事情做？我说的对吧？我那3个娃儿长大倒是真的。我在学校旁边啊买了块空地，我想找人帮我盖房子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啊，这眼下也回不去了。亚飞他爹一走啊，很多事都透彻了，我们也该安顿下来了。也是啦，也是。这有地呀，才有根呐。趁我手头上还有点积蓄，那块地啊虽然不大，可盖个房子啊，遮风避雨的，也算给胡家攒点基业。